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3月份下半個月咧都收收落落咁，我喺屋企咧就真係噴唔到油啦。Bandai 嗰份4月嘅再版官方情報咧又未出，咁啊趁呢個機會第一次試下玩手遊嘅 AV 遊，所以就做咗呢一隻2次元風格嘅 set 頭。嗱，雖然真係做得好唔完美，但係大個燈打落去咧，呃得下人嘅，咁所以就分享一下我呢個做法同埋遇到嘅問題，咁希望俾到一個對手遊或者對2次元風格賞識有興趣嘅師兄們一個參考。今次用嘅係 Exit Model Setter Head 系列入邊最基本嘅嗰一隻，開出嚟呢就咁樣嘅，比起第一代嘅元祖高達頭呢，就更加方便去做一個組裝。以我所知呢，香港有 studio 已經開發咗俾佢專用嘅發光模組啦，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上網揾一揾嘅。組裝嘅部分就十分之簡單，第一個步驟首先同成個模型上咗一層燒光先。呢個模型本身都冇話特別多啲細節啊成嘅，咁所以唔拆開啦，成件直接上燒光就算啦。咁我借啲耳順手用埋呢支剩翻少少嘅罐裝燒光去。噴完出嚟，感覺反光嘅位就唔一樣啦。首先就冇咗嗰種好廉價嘅塑膠感覺。我特登咧就將個 mon 擺埋喺個台面上面，就方便我上網揾一啲參考嘅圖案。其實揾翻啲舊式少少嘅海報咧，都已經係一個幾好嘅參考嚟㗎啦。萬事俱備，咁就可以正式開始。首先我會用鉛筆打好個稿先嘅，咁其實最緊要都係將唔同顏色嘅範圍俾翻個分界線佢。咁要做到好似漫畫咁樣嘅風格呢，最緊要都係有深淺兩個唔同嘅層次。呢度打嘅鉛筆稿都係為咗分開唔同層次陰影嘅範圍嘅啫。做完咗呢，就大概會係咁樣嘅。然之後第二樣嘢要做就係用Gundam marker，沿住所有邊緣嘅線上面都畫一次色，將所有嘅線條都勾勒翻出嚟一次，係每一條都要嘅，因為漫畫嘅風格呢，就係每一條線都係畫出嚟先可以俾你睇得到清楚噶嘛。今次呢，我就會用到呢幾隻 AV 油，咁亦都會喺影片嘅描述嗰度寫翻個顏色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其實特別係想講下黃色嘅，柔性漆同埋珐琅油本身黃色都已經係遮蓋能力好低㗎啦，亦都預計到 AV 油會係一樣嘅，變咗我其實要上3-4層顏色先至叫做個色做得到好少少。咁如果大家想要做得靚仔啲嘅話，我會建議用白色嘅油啦，或者底灰打咗個底先，咁就比較容易令到個黃色上色，同埋亦都要好薄咁樣一層一層上。咁你唔使諗住一層就可以上到一個好靚嘅色㗎啦，至少都我諗2-3層、3-4層。我自己就唔知道會唔會繼續用 AV 油，咁所以我大部分主要嘅顏色嘅陰影呢，都係會用溝呢個方法整出嚟。但係如果你用得到嘅話，其實 AV 油嘅顏色選擇係好多。買現成我個人就比較建議嘅，因為如果你溝完一次，下次出嚟你再要溝翻同一隻一模一樣嘅顏色呢，我諗都幾難。另外水性 AV 油咧喺網上面亦都有好多人做過教學，咁我只係用個初體驗者嘅身份去講翻少少啦。發現其實真係唔需要話溝好多水嘅，你只要用水濕一濕個筆頭，然之後再染落去嗰啲顏料上面，基本上都已經可以用到噶啦。如果真係稀得滯或者水分多得滯，可以擺定一張紙巾喺側邊，索一索走多餘嘅水分。你睇片都可以見到，其實我都只不過係好似填顏色咁樣，將預定好嘅顏色填上去我之前用鉛筆畫起咗嘅範圍入邊。咁其實我都算懶㗎啦，因為灰色我都只係用咗一隻啫。對光暗度再敏感啲嘅師兄咧，可以按住自己嘅理解再加多1甚至2層嘅陰影色，咁就會更加好睇嘅。去到眼部攝錄器呢個部分咧，想特別講一講，因為佢本身係有少少透明，但係為咗呈現翻漫畫嗰個風格咧，咁我就俾翻一個實色佢嘅。然之後再將呢一隻青色同埋黑色溝埋，做一隻深少少嘅陰影色，咁就喺個邊位嗰度上一層。覺得我嘅影片有趣或者有用嘅，記得做嘢啦〜
然之後喺另外一個邊位呢，我會用翻白色去上翻一個高光俾佢，成件事呢就變得比較似呢個漫畫嘅立體感啦。額頭前面同埋後腦嘅攝錄機位置呢，會做翻同樣嘅處理，上翻個實色，然之後上翻白色嘅高光。去到最後咁，我就會用翻一個黑色去補翻一個陰影嘅位置。咁呢個陰影呢，其實真係要比較參考翻早期嘅漫畫處理去做嘅，亦都有助令到人哋覺得呢個係漫畫風嘅上色風格。當然其他嘅部分你亦都要補翻一個黑色嘅陰影啦。咁呢啲反光嘅陰影其實就正正係其中一個令到成個感覺變得更加異次元嘅重要元素。其實你見到我都好似填顏色咁樣嘅，呢啲黑色嘅陰影呢，其實我本身已經諗明白。咁因為我怕我自己大懵就唔記得咗有個咁嘅位要去處理。但係其實黑色個遮蓋能力係最好嘅。咁所以就算你上晒其他嘅顏色，最後先用呢個黑色補上去呢，一樣係可以嘅。當啲陰影嘅顏色都上好晒之後啦，咁最後嘅步驟就係用翻 Gundam Marker 將因為上咗色而蓋過咗嘅邊位線呢，重新勾翻晒出嚟。如果唔係，個感覺呢就會偏咗去近似水彩嗰邊，而唔會有嗰種漫畫嘅硬派風格。亦都提一提大家啦，最好每一條線係每一條線都要勾翻出嚟嘅。完成晒啦，咁最後組裝出嚟就係呢個樣子。做一個對比嘅360俾大家睇啦，咁同時間我又要認翻衰啦，我唔記得咗將原本個模型影咗一次做咗個記錄，先至做一個前後對比，咁所以就唯有拎同系列第二隻顏色出嚟做翻個比較。咁喺對比之下，大家其實就睇得比較清楚。原本嘅模型因為成隻都係白色啦，個線條就真係比較唔明顯嘅。當我哋用咗 Gundam Marker 喺每一條線上面都勾翻個輪廓出嚟呢，其實本身成件事已經變得二次元好多噶啦。咁當然一個層次鮮明嘅陰影呢，亦都對呢件事係好有幫助嘅。俾翻個淨完成品嘅360大家睇一睇，咁同時講一講我自己嘅感受啦。第一就當然係戴翻個頭盔先，咁我呢一隻呢係真係做得超級唔好睇嘅。你哋見到有啲色其實係上得好唔平均，所以呢個絕對不是一個教學，只係分享我做嘅步驟同埋我認為嘅要點俾大家參考下嘅啫。其實1年之前我亦都做一個極度入門嘅2次元高達頭上色嘅影片啦。當日用嘅係珐琅油，因為我真係嗰陣時冇用到太多嘅顏色啊，就叫做勉強都處理到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做多啲層次嘅話，其實 AV 油真係明顯容易處理好多。如果手遊上色要做到冇不痕呢，就絕對係需要大量嘅練習㗎啦。咁呢個同噴油其實都差唔多嘅啫，唔存在話你學識咗就即刻可以 master 到呢樣嘢嘅。AV 油或者我話手遊嘅魅力呢，其實今次我係真係體驗得到嘅。比起噴油嚟講呢，佢對硬件嘅要求係真係有太多啦，而且佢嗰個毒性亦都冇柔性漆咁厲害。經歷完呢個嘗試之後呢，我自己都發現原來我有一個好嚴重嘅手震問題。講緊唔單止係我揸筆嗰隻手震，我揸鉗嗰隻手都一樣會震嘅。咁當然啦，因為拍攝嘅角度問題，咁我唔能夠做到一個好就手嘅位置啦。但係亦都因為咁樣，我幾肯定嚟緊，我暫時都只係會用噴油去上色嘅啫。只不過係我要揾到個方法去解決我呢個手震，我先至可以繼續用手油呢個方式上色。雖然我就未必會用 AV 油去完成一隻完整嘅高達上色，咁但係都唔會浪費嘅。遲啲我會用佢哋去做一個舊化嘅完成品，亦都可以俾大家睇下點樣用珐琅油同埋水性油混合去做一個舊化嘅效果。到我講完呢篇稿嘅今日為止呢，我都仲未有4月嘅官方再版情報，咁所以祝我好運啦！希望可以盡快出到條4月嘅再版片俾大家睇下。另外，我都會不定期分享一啲有關高達嘅處理流程啊、工具開箱或者我自己嘅一啲組裝分享。有興趣記得 CLS，我係肥宅模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